邓毅竟敢查到我们高阳老宅去了。谢来和千机然先引的消息，肯定也是他放出去的。邓毅这一举，竟剑指我谢氏。好一个太傅，竟真是没绝了连根拔起的心思。邓毅此人城府极深，若非公子你仁厚，岂能容忍他活到今日？他是先帝钦点的太傅，又身具监国之职，岂能轻易就死？而且他还有萧巡这条后路，他在望城失利，定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后路，望城一他悉数算计，满盘落空，自己都离不撒国家。朔漠虽败，可此战犹如地龙翻身，真正的余震才刚要开始。萧巡定会伺机而动。萧南郡那边盯紧一点。是。大头，再心急，也得把饭吃了呀。钟叔，我吃不下。捷报！捷报！李公主，谢参加大捷，击溃了前锋小队，还升起了朔漠王训。大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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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此之后，军心稳了。钟将军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殿下在，我军定能大胜。快，报楚都，路不回捷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就算魏将军楚灵不在了，边郡依旧大胜，国朝依旧安稳。是。大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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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方有城，你们进城宣捷报，让官府传遍整个辖内。朔漠卷土重来，铁骑已破白狼隘，军中距3日必现。大军直取楚都，大军直取楚都，大军直取楚都。世子，属下有一事不明。说。咱们分明与朔漠之间已生嫌隙，世子为何还会觉得朔漠会帮我们？你错了，天涯。自望城一役后，我便对他们再无指望。平分天下，朔漠人想的倒是美。朔漠大战，震动朝野，之后必有余波。加上楚灵已死，朔漠王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就是要利用他们，拖住云中军。就算楚朝打赢了又如何？只要消息传不到京城，便没有了这次胜仗。杀了信兵，
大捷变大溃。只要楚都陷入恐慌之中，无论朔漠胜败与否，我都可以拱卫楚都之名，率兵围城。届时，这皇位便该换个人做了。世子英明。这是什么功课，把我们陛下为难成这样啊？功课哪里能难道姑？是在给姐姐写信呢。但失去父母这种事，怎么劝都没用的。我知道。启禀陛下，谢大人求见。这么晚了，跟谢大人说姑休息了。谢大人。我有紧急的事要与陛下说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都下去吧。三舅舅，有何事要对姑说？一兵传信，朔漠卷土重来。深夜突袭，边军失利。如今已大破云中，直奔楚都而来。萧囊王闻讯，集结5万兵马，如今距京还有800里。阿月，你不要怕。依我之见，这个消息未必是真。或许只是为了制造恐慌，方便萧南王以拱卫楚都为名，率轻兵入京罢了。他们是要造反吗？自从萧南王离开楚都那一刻起，他就一直有反省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我才深夜来寻。我们要先商量好，明日朝会该如何应对。800里加急，朔漠卷土重来，铁骑已破白狼隘，3日之内云中必陷，大军直逼楚都。这楚灵一死，边关果然，长公主终究是女流，还怎能真让她守边关呢？萧南王世子萧询已率5万府兵前来拱卫楚都，距楚都不过几日路程。臣奏请陛下开城门，迎其入城，拱卫楚都，以保楚都太平。萧南王有府兵5万，楚都也还有5万兵马。再加上其他道府的兵马，想必应付朔漠大军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此看来，倒是没那么心慌了。愚见，皇子封王，坐拥一地，仅能衣食租税，没有军政之权。就连拱卫王府的蜀兵，都是有定额数目的，哪里来的5万兵马？依本官之见，这萧南王打的拱卫楚都旗号，怕是包藏了谋逆之心。那谢大人的意思是，让陛下坐等朔漠大军围城？5万府兵，等同于整个楚都的守军。让这些兵马说进城就进城，太傅可知，一旦失控的后果。
萧南王不吊丧，不朝拜，其心昭然若镜。如今楚灵身死，朔漠的威胁更胜从前。只怕萧南王是想借此时机趁火打劫罢了。正如谢大人所言，朔漠威胁之大，我们根本赌不起。若此刻疑神疑鬼，朔漠侦破云中，楚都陷落，国将不国，你我便是这千古罪人。太傅的一切前提是那封军报的真伪。不过以本官看，军报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。先前边军大捷的军报，谢大人不也是照单全收了，还成功返还了云中郡？怎么，封赏时信兵无误，这告急时就成了奸些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太傅，孤下诏书，命令萧南王府边分兵驻守，与精兵一起守卫楚都。回禀陛下，确实是个缓兵之计。萧南王父子打着拱卫楚都的名义，那陛下就让他们拱卫楚都，但要听从朝廷的调遣。如若不听，那就是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国朝动荡，势必要有很多人兴风作浪。朔漠王如此，萧南王亦是如此。孤经历了生死，经历了变故，孤相信大楚一定能够再次度过危难。臣等必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与陛下与大楚同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二位大人，有何事要对孤说？陛下，萧南王此次所率私兵，并非5万，而是10万。这10万铁骑，如今距离京城不足800里。这是行军，这是谋逆。谢大人慎言，我们不知道消息的真假，不可妄加判断。可通知姐姐了。长公主处，恐消息受阻。谢大人口口声声说萧南王父子谋逆，却也拿不出实质证据。大敌当前，京畿防卫为首要。说来说去，太傅还是想大开城门，迎着10万萧南军入城了。本官这是为了楚都的安危着想。一旦朔漠真的攻了过来，你让楚都的百姓该如何自保？猜测无用，不如我们就拭目以待萧世子的决定。臣告退。这是禁卫军统领的令牌，舅舅离京后，禁军事务交由副统领打理，令牌却一直在孤这里暂存。如今形势紧急，交3舅舅保管了。好，此次我定护阿谀周全。陛下把后宫禁卫的令牌交给谢艳芳，萧南王这次岂不是帮了他？早晚的事儿，
这次就算没有萧南王，谢大人也会很快如愿。陛下无依无靠，又怎会对自己的亲舅舅生分呢？小孩子的脸，小孩子的心，是天下最易变的东西。我提醒过他的。罢了，皇帝亲近谁，我也不在意，跟我也没关系。萧南王的旨拟好了，就尽快发出去吧。挑一个合适的宣旨官，要大张旗鼓的去。明白。公子，探马来报，萧南王前锋已至百里亭。萧巡利用假信兵传消息，以拱卫之名行逼宫之实。如今民心都被他蛊惑，真以为他来楚都是护驾，恨不得一个个打开城门，对他热情欢迎。还有那邓毅，这摆明了已被萧巡拉拢，准备助纣为虐了。舆论如风，逆之则伤，顺之则利，几乎可以不费一兵一卒，就直取楚都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已经跟阿谀讲述萧南王兵马的动向，教他怎么说，怎么拟定诏书，就是为了对这件事火上浇油，让即将迎来的对战变得天下皆知。届时我们谢家才是此番对决最大的受益方。是邓毅命人擂鼓开道，宣旨官正举着龙旗往萧南大营去。玩忽职守者，依军法严惩不贷；恪尽职守、护城有功者，必当厚赏。尔等当知此城既安，则国祚绵长。世子，接旨吧。世子，这可是陛下亲笔下的诏书。本世子知了。你放肆！萧巡，你父子二人果然要违背圣训，行大逆不道之事吗？圣训，大逆不道。这圣旨上说，经营5万大军在城外列阵，不就是在等着本世子抗旨，好给我名正言顺地安排一个忤逆的罪名，从而开战。到时候兵戈相见，铁骑所过之处，死伤无数啊，饿殍遍野，就都成了我萧南郡的过错。再加上你们之前给我胡乱扣的通敌罪名，更是罪上加罪。本世子真是万死难辞其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圣旨我接了，本世子定会听从圣训，护好楚都。只是大人，
把圣旨丢入火炉中，这可是欺君大罪啊！你怎么敢？去，带大人好生歇息吧。萧群，你残害忠臣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萧群，少圣旨，你胆大妄为！传我命令，明日8营，兵分4路，向楚都进发。萧南王反了！立刻回营，禀报长公主。殿下，萧巡劫杀信兵，我们与楚都的联系断了。边郡至楚都的驿站皆被萧巡掌控，谣言一至楚都，朔漠破白狼隘，云中3日必现，大军直取皇城。楚都现下如何？精营5万驻兵，州郡10万，还怕他萧巡呢？可怕的是，这天下之人都信萧巡说的拱卫楚都的鬼话，这样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带兵入城。萧巡若进了楚都，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。谢纂在阿宇身边，虽然他心狠，但阿宇是谢家的倚仗，谢纂定不会让他出事的。你说的对，谢艳芳手中尚有一招至关重要的棋路，这一次，他一定会落这颗子。帮我叫小曼来。是。有什么事需要我做，你就直接吩咐吧。此间至楚都驿站皆遭截断，我想你率仓木寨弟兄，另辟蹊径，避开驿站，前往楚都，将我堂姐楚唐一家暗中护送离开楚都。干嘛这么麻烦呢？直接让小曼把边郡的消息带入楚都不就好了吗？这山匪之言，谁信呢？现在楚都的舆论风向已经彻底偏向了胡家的萧巡。哎，那楚唐这一家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古兰一介小小文官能有什么危险，值得咱们大动干戈的去救的？安平之乱时，伯父曾被萧巡利用谋害陛下，如今他是关键人证，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。拜托了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那你呢？打算回京？不。我要去另一个地方。爹，娘，你二人分离半生，如今在九泉之下，终能团圆了。只是，女儿也要走了，
阿爹未守完的城，女儿来守；阿爹未尽的仗，女儿来打；阿娘所愿的天下再无战乱，女儿来替你实现。听闻萧南王世子已至百里亭，到底是王爵子弟，行动就是稳妥，想来不日便能解楚都之困了。世子自幼习武，麾下又是今日之师，只盼快些来才好。楚将军一去，雍中郡乱糟糟的，自顾不暇，哪有空管楚都的死活？幸好有世子殿下赶来坐镇。说来也是，长公主虽勇武，却终究年轻了些。这守城护国的大事，还是得靠真正的龙子凤孙。阿江，外边日头正好，你带阿唐出去透透气。这屋里的茶凉了，话也酸得呛人，再做下去，我怕要倒胃口。好走不送啊！阿江，他怎么又生气了？世子是金贵，可若没楚将军用尸骨垒的城墙，长公主死守的望城，能轮得着你们几个坐在这儿喝凉茶说风凉话吗？我劝你们省省唾沫。阿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有我关系，何来求字？到底怎么了？我需要周家帮忙。担心？是你吗？袁绍卿自从跟了海尚书，这形势越发让人难以琢磨了。难以琢磨吗？这一册上可写着我：睚眦必报，手段凶狠。看来你把我了解得挺透彻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暗中调查官员，图谋不轨。自然是将你带回大理寺内关押起来，将我关进大理寺，让海一平碰不到我。你认为这就是在保护我了吗？自然不是。海尚书让我盯你盯得紧点儿，而我呢，也不过是给自己邀份功劳罢了。
那我再送你个更大的功劳。若我猜的不错，你担心的星子已经去刺杀你的海公了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因为海一平知道御史案的始末还不能死。海公可有受伤？没事。你接近叶平安的时候，可曾发现有这么一号人物？并不知晓，他藏得很深。不过，我从安心馆搜到了这本遗册。他把我们的底细倒是摸了个干净。你见到叶平安了？是，方才从延庆坊回来的路上，恰巧碰上。好在，他并未对我生疑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让我阻止此女行刺你。现如今只有你知道这旧案的内情，你看要不要？我将此女还有叶平安一并拉到大理寺内关押。你不用管了。至于芒沟人去修建天圣塔一事，我会和江作监交涉的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学生谢过老师。更深露重也快宵禁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嗯？卢春巷有一家叫徽记素面，记得我刚当官的时候，见到有小吏说徽记的老伯做的面条里头有老鼠屎。其实他们就是想讹诈商贩的宝钱，拿不出钱来就有牢狱之灾。我赶走小吏后，每次路过，老伯必会为我准备上一碗热腾腾的面，这一碗面一吃就是20年。他提醒着我，权力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可能是压垮他们的山，也可能是救活他们的水。那个就像卖面老伯的人，却是酿成御史冤案的凶手。这些年，我帮助过多少平民百姓？你们为什么偏偏就这一件旧案不放？那于钱呢？他可是你的多年好友，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含冤入狱，全家惨死？于钱，他太固执了。我一再劝他不要再管，可是他却一意孤行。那你就可以捏造证据，构陷于他吗？
一个隐藏许久、处心积虑要杀掉我的人，为什么只带了把弓，连把刀都不带呢？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为御史案翻案。那你想一想，海夷平让你偷听到老翁说的话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想要我们反目成仇。他想利用我杀叶平安，那我便假意行刺，落入他手中。哼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那不过是我一时轻敌罢了。不，你们对我调查的这么详细，可你不在我外出时设伏，偏偏要来我府上冒险。你不是来杀我的，而是想自投罗网，再从我嘴里套话。可笑的是，叶平安真还以为你要刺杀我，竟然想阻止你。你不用跟我提他，我和他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叶平安有一点和我是一样的，就是太想抹去自己在御史案中留下的污点。至于你们，他不在乎。海尚书不会以为只凭3言2语就能把我绕进去吧？来人呐，给他松绑。是。你要是想走，现在就可以走了；如果不走，明日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怎么坐这儿啊？屋外凉，回屋坐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打听到徐庆要被调到地方州县了，调令是立不下的，多半与海夷平有关。我想趁他离开圣都之前再去打探一番，看看能发现什么。担心呢，他一直把你视作最信任的人，真相对他来说太残酷了，我怕他做傻事。他需要点时间平复，我会找他聊聊的。你自己也要小心些。另外，海夷平是如何得知你的过往，我们要想办法查清楚。好，快进去吧。姑娘，你就是叶新一吧？是啊。哎呀，青儿，真是你啊！青儿，真看不出一点你小时候的样子了。你是？我，朱老三，朱大长，我们家小孙子朱元宝小时候和你一起玩泥巴那个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来圣都了。我有事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别着急走啊！我在城边支了个茶摊，咱去叙叙旧。哎，走，不远，就在拐弯处。喝点茶。圣都地贵，我10多2天呢，总算是收拾出来了，可东西还不全呢。既然没什么本钱，那你为什么还来圣都开茶摊啊？哎呀，那不是因为你吗？我？是啊，你小时候性子古怪，我跟你娘亲说过吗？就那个
什么引人入眠之术，那可是要闯祸的。我可看见你如何领那女子走进废宅的，我还以为你们闹着玩呢，这结果是……原来是你把这事传出去的呀？你说这事儿啊，谁让我看得清楚呢？现在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我算是明白了。这事儿你怕得很吧？那些女子的死，你脱不了干系吧？以前的事别提了。我看你这茶摊儿开的地方也不行啊，在圣都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回通玄县去吧。我给你雇辆马车。回去可以呀，我孙子大了，早就该娶媳妇儿。可这县里未出阁的姑娘，就嫌他是个卖大肠的穷小子，难办呐。哎，要不，你给我500两银子，就这个茶摊儿，我不开了。那你请便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圣都的人还不知道你做过的孽。你要是不给我银子的话，我逢人就说你当初是怎么骗女孩子走进废宅的。我可是人证，你骗了多少姑娘啊？3个、5个，还是6个、7个？我说的话就是证据，你害人的证据。抓住我！救我！这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失足落水，没人会怀疑的。面对旧日的罪孽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我了解他，他不会。救命啊！救！你说让我把他领到这儿，在河边洗抹布，可没说还有这倒霉的事儿啊！现在明白了吧？你所认为的一切，那都是错的。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孽，他的所作所为，跟度量、跟李宗旭又有何区别？他叶平安审判别人，怎么不审判他自己呢？你要知道，人的忘性是很大的。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想起当年的御史案呢？人生不过100年，你不要以为你们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。对别人重不重要我不关心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在，于前的冤屈，所有女子的清白，我都要讨回来。其实你心中之所愿未必不能够达成，你只要给我一样东西，我可以给你最想要得到的结果。你想要叶平安的命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能让我活，却一定要他死？战国的时候，公叔痤在病重前向魏惠王谏言，不用商鞅，则杀之。魏惠王没有采纳，而后商鞅投奔了秦国。不久之后，秦国就把魏国给灭了。所以说，非常人者便有非常的命数，即使根本没有御史案，他唯有可用，为敌则不可留。那你又能给我什么？难道你还能带我去给御史案翻案不成？有何不可？我问你，你能够说出我和御史案到底有什么干系吗？
我可以给于钱和那些受害女子们翻案，还能给李宗旭等人定罪。唯有我能帮你达成心愿，只要你替我杀了叶平安。你打算怎么翻案？谁都以为那帮女子尽数亡故，没有人能够证明你是这玉石案的受害者。可我作为于钱当年的故友，我可以亲自带你去见大理寺卿郭瑜，为你证明身份。条件不错，可还是不够。这是于钱的笔记，我没有诓你。当年于公对你寄予了最后一次查案的希望，而你却选择袖手旁观。我警告你，到了大理寺之后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个字，都要按照我教你的讲。倘若口无遮拦，那谁也帮不了你。翻案的希望在你，你大可放心。但这信，你当真会给我吗？难道你不怕大理寺质疑？你当年为何隐瞒不报吗？这封信不过是个旁证，当时于钱的话无人相信。就算我把这封信拿出来，也救不了他，而且还会引火烧身。我忍辱负重多年，直到与你这受害女子相逢，我才敢拿出这封信来，为于钱翻案。忍辱负重，海公的所作所为，还真是令人钦佩呀。在你兑现承诺之后，这个盒子我一定会给你。但是你如何让我相信，你真能狠下心来杀掉叶平安？你会看到，在这世上，我便是他唯一的弱点。